小雨，你上回给我买那个蓝色的那个围巾在哪儿呢？哎，怎么了这是？不赖的，怎么样？出什么事儿了？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你觉得我是莫名其妙吗？有话跟我说。全是脏话。小雨啊，咱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说好了，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让对方去猜，这样的话，两个人也能更信任对方。信任？你配提这两个字？我为什么不配？你先看看何律师给你发的邮件吧。怎么不说话了？脑子里正在组织语言怎么骗我的吧？你能听我解释吗？解释什么啊？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是因为爱我才骗我的？这不是骗。什么？这不是骗。这不是骗。5年前你就说你离婚了，你到现在都没离。要不是我一厢情愿的要嫁给你，你都不会跟你前妻发离婚协议书吧？我跟他分居7年了，7年了，我对他一点感情没有，离不离婚就是一张纸的事儿。我明白了，我对你还没有那张纸重要。你这是偷换概念。我偷换概念？我真应该感谢你这次生病，否则我永远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只要你们还没离婚，我就是第三者。你老婆和你女儿就会认为你离婚分割财产是因为国外有个小三儿要上位。我谢谢你啊，因为你，我活成了我自己最恨的那种人。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我其实一直都想离婚，只是我这边事儿太多，分不开身，我没有办法回国内去把手续给签了去，就这么简单。小雨啊，我跟他离了婚，把国内的财产给他们娘俩人，然后咱们两个在这边就好好的过日子，不就好了？那遗嘱呢？遗嘱上清清楚楚写着，如果你因为任何原因死亡，你名下的所有财产90%留给你女儿，10%留给你太太。我没记错吧？那是以前立的呀，离了婚之后我可以重新再立呀。我用青春陪了你5年，你生病了，我里里外外伺候你，照顾你，你拿我当什么了？护工啊，护工还需要按天计费呢，我呢，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三儿。你说什么呢？冷静点行吗？这次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也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但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故意这么对你，这点你很清楚，对吗？我就是太清楚了，文件上写的清清楚楚，我不是文盲，我看得懂。你太阴险了。你随便这么想，随便。离婚的事是我不对，我总想着回头再说，反正早晚的事儿。我前妻也没意见。别，你们还没离婚呢，她就是你太太，不是你前妻。你有这么较真吗？我不该较真儿吗？不该。我差点就嫁给你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稍微冷静冷静。明天我去曼城出差3天，回来之后，咱们两个好好谈谈。我承诺你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小雨，我回来了啊。小雨。 小雨，Sorry, subscriber's tired. It's out of service. 喂，姐，你那边现在是凌晨吗？你这没睡呢，还是起来了？哎，你们安排怎么样啦？我买哪天的机票啊？你买哪天票我就管不着了，反正我买的昨天的。啊，不是，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来北京看看我奶奶和我妹。小雨，起来呀，小酒链。是说要一直这样吗？我这是传说中的一直喝呀，今天见着活的了吧？是不是觉得三生有幸啊？有声有声。严肃。哎。
是，你哪位啊？我是澎湃，是小雨的男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我记得。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知道，最近你有见过小雨吗？我上个月陪她试了一次婚纱。那之后你有见过她吗？前几天她好像来找过。哦，对，前几天来找过我一次。小雨，你一进来就哭也不说话，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我实在说不出口。跟澎湃吵架了？小雨，怎么了？别问了。但是当时他一直在哭，我问他什么事儿，他也不说。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就是闹了点小别扭，他这一耍小性子就走了。查了购票信息，知道他回国了，但是他换了号码，他的社交媒体还有微信把我也都删除了。我找不到他，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他回国了？怎么那么严重啊？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没联系我，怎么办？真的都是一些小事儿。那你看，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消息？你这样，我帮你留意着，他只要一找我，我就给你打电话，好吗？好的，非常感谢你。啊，那先这样，再见。嗯。你怎么回来了？奶奶，真好，回来看看我就行，别瞎花钱。一点心意嘛。就是姥姥，她也该尽尽心意了吧？高端零食，您要不喜欢，我都拿走了啊，我拿走。休想，我喜欢。就是，奶奶这些您都留着哈。你都不在这儿呢吗？良品铺子谁嫌多呀？小雨，啦，小的时候老是您给我们包着的，今儿我给您包。好，谢谢。谢谢奶奶。借花献佛的您，那怎么这样啊？小雨，你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一直没有一个正式工作呀？其实也没什么正式不正式之分，那都是临时工。就连公务员都是走合同制的，说辞职就辞职。那边节奏特别慢，所以人在那儿待久了就很容易涣散。那可不行，你们年轻人不能像我们这样的岁数的人这样老待着。是，我想先不回去了，然后先在您这儿住一阵儿，等我找着合适的工作和房子，我就搬出去住。您看行不行啊？行啊，不过话要说在前头，你不能住太久。我一个人在这住久了，多一个人就别别扭扭的。好。姥姥，我也爱吃您做的糖醋排骨，都跟您说好几回了，也不见您给我做一回了。那多少年没吃了？刚才我冷不丁看见小雨，差一点都没认出来。我姐还真是越长越好看了哎，不像你，越长越回性。姥姥，我这就第二眼美女了。我说你怎么老活不了呢？人导演看中都是第一眼美女。哼，你那是第一眼美女，可不往正道上走啊。什么是正道啊？你那是正道啊？我这当然是正道了，我一不偷二不抢，热爱祖国热爱党，总比有些人还没找着道强吧。人生要是找不着方向，停止就是最大的进步。哎，本性难改。这好话还没说两句呢，就又杠上了。吃饭。从小我就被我姐打击，现在早已练就了百毒不侵之身。谁让你没出息了？
上学那会儿，数学学到繁分就死机了。看看你现在演的都什么角色呀，连个中近景都混不上。我用电脑定格才能认出来那是你。25了，还在大群眼里混着呢，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这个人只要认定了方向，不但有前进的勇气，还有浑身上下使用不完的劲儿。你比我大4岁，谈谈你的成长业绩。是啊，小雨，我开了咖啡厅，经营不下去就关了。什么原因？哎，生意的事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说你这人能不能不要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人开店挣的都是辛苦钱，你那么护教，哪干得了起早贪黑的活儿？是，我起不了早，也熬不了夜。姐，我特佩服你，真的，从小到大始终如一的坚守着好吃懒做的优秀品德。你蹬鼻子上脸是吧？别呀，你这么漂亮的脸蛋，我哪舍得蹬啊？我还是清静吧，来。你们俩从小就这样，一见面就掐，大的处处拔尖儿，小的招猫递狗。小雨的嘴跟不上小雪的话，一急了就上手打。小雪跟猴子似的上蹿下跳，可是她属于那种撂场就忘的那类型。你这还没消气呢，她就追着屁股姐姐姐姐的就叫上了。啊，啥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记得了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啊？你脑子就是个大漏勺。是啊，漏下去的肯定都是没用的。尤珊珊，是尤珊珊吗？你5月14号飞拉萨。你呀，就那个。那个是哪个？对，我思梦，真巧，你也住这附近啊？啊，没有，我就是经常到这儿来买东西。我一直想谢谢你，当时要不是你安慰我、开导我，我估计我早崩溃了。谢什么呀？别看咱俩年纪差不多，但明显你经历的事儿、遇到的坎儿没我多，我就趁机当把知心大姐姐了啊！你排我前头吧，你先结。别，这不合适，这后面排这么多人呢，我用卡结。啊。哎，不是说好的吗？哎呦，你就让我10%的份额嘛。谁的钱包？谁的钱包落这儿了？哎，我看一下，这好像是我朋友的，给我就行，谢谢啊。尤珊珊，尤珊珊，那我那个项目，我再让你一点不得了吗？
在这儿啊！你是不是丢东西了？这个是不是你的？哟，你也太马虎了！我都不知道我钱包丢了。你快看看少没少东西吧。不用看，要少了你就不会给我送回来了。谢了。上次你帮我，这次我帮你，咱俩就算礼尚往来了。你这有空吗？空啊。你肯定比我忙吧？看怎么说的这事儿啊。我有时1天8件事，有时3天1件事都没有。你不一样啊，你操持一个家还带俩孩子，你肯定一刻不得闲。真是理解万岁啊！哎，我是去拉萨赞助了一公益活动，你干嘛去了？别提了，我爸我妈非要自驾游去西藏，嚯，这老两口够酷的呀！结果我妈一到拉萨就高反了，直接整医院里去了，给我急的呀！我说那赶紧买张机票飞过去吧。结果当天直飞的票都卖完了，我就买了咱们那趟从成都转机拉萨的。他俩没事吧？他俩没什么事儿啊，我差点没命了。真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你那天那怂样，真的，这2个眼睛都哭肿了。我怎么劝都不听，我说妹妹别哭了，听天由命吧。我也不想哭，主要当时我吓得我2腿直哆嗦，你知道吗？我还挺佩服你的，你是怎么做到临危不乱的呀？我这辈子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真要咔嘣一下没了，也没什么遗憾了，还不遭罪。18年后又是一条女汉子。对，你当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听你说完这话以后，心里放松多了。哎，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呗。我们家那洗衣机老出毛病，我下午约了人来修，我得回去等去。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我认识修洗衣机的，特别专业，保证你一次给修好。哪家啊？你到时候推荐给我呗。你现在把你之前预约的给取消了，给我发个地址，我让他现在就过去。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跟我一块儿去？你不用上班啊？他不好意思这事儿，公司是我自己开的，没人要求我打卡呀。老板就是牛气。那我取消了啊。取。哇塞，做什么呢？这么香！做了个你爱吃的红烧肉。哎呀，太好了！再烧一个茄子就吃饭。好嘞。哎，姥姥，姐呢？当卧佛呢。这个鸟还不起啊？半夜不睡，早上不起，中午12点，我把饭菜端上桌，他才爬起来。吃完饭，碗往水池子里一泡，您就别管，就当没看见，让他自个儿洗。等着他洗，池子里能长出海藻来。太过分了吧，这个人！您等等啊，我去给他薅起来。哎！干嘛呀？姥姥屋里屋外的忙活，你也真睡得着啊你？他岁数大了觉少，我这岁数不行，胡觉。那也别在他跟前挺尸啊！赶紧租房，搬出去。像点样子，一室一厅，1个月租金5、6千，我连工作都没有，哪里应付得来呀，老妹儿？那你也不能把你的困难转嫁到老太太身上吧？啊！我姓戴，我是她亲孙女儿，走投无路的时候，理所应当应该投奔戴家呀。啊呸！哎，不是，你不是跟你爸断了父女关系吗？你爸跟他妈断了母子关系，你跟我讲讲，这个理所当然的理儿在哪儿呢？啊？你这明显占不着便宜，眼红了吧？我眼红？我告诉你，好多事儿你估计都不知道吧？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后来都是姥姥跟我说的，可精彩了。我初中毕业那会儿，因为是外地户口，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所以我就回深圳读了高中。
后来我考上了中戏，毕业之后就留在北京了。我妈的意思是让我住过来，这样可以陪着姥姥。结果你爸跟我妈一顿嚷嚷，硬说是因为我爸惦记着老太太的房子，所以让我过来占坑儿。当时差点没把我爸给气死。你就想吧，那时候你爸有多过分。他愤怒，他过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刚刚不是说你姓戴吗？他是他，我是我，他闹他的，我住我的。啊，这个时候你又跟他撇清血缘关系了啊？大小雨，我发现啊，你跟我舅舅还真挺像的呢。自私自利是出场时候的标配吧？你再说一遍。哪里有可悲的利己主义，哪里就会有悲壮的挺身而出。我再说100遍，戴小雨，你就是个自私自利、可悲的。